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对话？神啊，请给我清楚的指引，我会听的。神，好，这是我的诫命。你心里想，这也太硬了吧，还有别的选项吗？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群人，他们得到了神最亲手设计的律法，最直接的引导，但他们的反应简直像在说，不，我要选择自由落体模式。结果神说了什么？好，你不想照我的路走，那就走你自己的路，但是我警告过你了。是不是很震撼？以西结书20章10到26节，我们今天要解锁这段最令人颤抖的属灵自由实验室。第10节，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，领他们到旷野。各位观众，这里不是什么乡野旅游团，这是神的 VIP 出埃及计划。红海破开，云柱火柱开道，玛纳早餐无限续盘，神几乎是亲自当 GPS 加 Uber 驾驶在领路。然后神给他们一份神级生活说明书。11节，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，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，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。也就是说，这些诫命不是用来刁难人，是用来祝福人的，不是让你掉进法律陷阱，而是让你活出最好的版本。13节，以色列家却在旷野悖逆我，不顺从我的律例，大大干犯。神给的是活命宝典，他们拿来当成选修课程，这太严了，怕死。然后神的反应，13节下，我就说要在旷野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。但等一下，神忍住了，因为他不想让外邦人误会，以为他带人出埃及是为了把人带去灭亡。14节，我却为我民的缘故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。这是第二次神忍住了。18节，我在旷野对他们的儿女说，不要遵行你们父亲的律例，不要谨守他们的恶规。换句话说，神，好啦，你爸妈有问题，但你们还有机会，我给你们重新开始。19节，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有没有感受到神真的很努力，想要他们得生命？他就像一位一直想救人的导师，但学生们一直在背后开趴，不交作业，作弊，还甩锅。21节，只是他们的儿女悖逆我，不顺从我的律例，我就说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。这是一段令人心痛的父爱纪录片，但神第3次忍住了，我却为我民的缘故缩手，没有这样行。24节，因为他们不遵行我的典章，眼目仰望他们父亲的偶像。然后出现了非常惊人的一句话。25节，我也任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，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，等等，什么意思？神说，既然你们一直想走自己的路，爱听外邦的声音，那好，我就任凭你们去体验那一套规则的后果。26节，我就任凭他们在这攻陷的事上玷污自己。听起来像什么？就是一个叛逆孩子一直觉得父母太烦，最后父母只好说，你想试你就去试。不是放弃，是放手。这不是报复，是悲哀的尊重。结语，神不是严格，是痛心，
以西结书20章10到26节，这段经文像是一封写满忍耐、忧伤又坚定的父亲信件。他说，我曾3次忍住，是因为我仍然想拯救你，但你若不想走我的路，我只好让你自己试试那条苦路，不是因为我不爱你，是因为你选择了不信我。